为什么福宝回国后很少情绪低落？只因徐奶爸的真心爱护给了他安全感。不希望有大家就是说看福宝的时候去大声喧哗啊，福宝福宝。其实这样对熊猫并不是太好。短短几句话彰显了奶爸对小福满满的爱，只能说老徐早已把福宝当亲闺女对待。要知道福宝留学那3年多，虽有韩国的2位饲养员爷爷轮番宠，但他们无力改变环境。宝贝不仅生活在嘈杂的外场，甚至每天都得被迫听过山车的声音。难怪福猪猪会有闷闷不乐的时候，总是气呼呼地坐在木架上思考熊生。好在福宝回国后被奶爸护着，不仅生活在绿树成荫的豪华场地，还不用担心被不良游客欺负。毕竟老徐一句话就能让抱孩子做围墙的游客瞬间老实。就这儿是饲养员，就这儿工作人员。即便如此，奶爸也总是放心不下，经常去外场检查，还经常守在外场看宝贝闺女的情况。从前2位爷爷给福宝的宠溺，徐奶爸一点也不少，他甚至还明目张胆地独宠孩子。明明手底下有好几个熊猫过生日，老徐唯独给福宝准备各种鲜花和花篮。福公主该有的仪式感一点也不少。奶爸深知闺女亲人的性格，只要看到对方含情脉脉的小眼神，都会第一时间宠溺地摸摸脑壳。难怪福宝会被老徐逗笑了。如今的福宝都已经是4周岁的大孩子了，按道理早就不能近身接触，可徐奶爸却不顾危险去外场割草。小家伙负责当监工，边看奶爸边干饭就行，并且奶爸从不限制孩子上下班，天一热福宝就能自己回家。游客都巴不得公主多营业一会儿，护犊子的奶爸却非要喊闺女吹空调。小福啊！正因为徐奶爸日复一日的疼爱，也让福宝幸福感满分。公主每天营业时都挂着甜甜的微笑。从前害怕下雨打雷的福猪猪，如今能毫无顾虑的在雨中开心干饭。这小妞面对游客也是开朗热情，不是面对面吃播积极营业，就是趴在墙边手舞足蹈的转圈圈。福公主3天2头就提供笑点，奶爸不让打滚，她一连打了8个滚，吃个竹子也要整花活。前几天还是金箍棒式拿法，如今又开始手脚并用了。游客本想拍一下公主的美照，哪曾想她上蹿下跳，彻底从淑女化身风一样的女子。也感谢徐奶爸对福宝的用心照顾，让福宝不用顾及任何人放飞自我了。萌儿才是熊猫界的顶级美强惨吧！190的身高，微笑纯仓鼠脸，标准的小美熊长相，笑起来让姨姨们心软软。后来二小子在基地换上了螨虫眼，每次出来营业都被黑粉嫌弃。你看他那个眼瞅瞅，本来还满脸笑意的二小子，面对满满的恶意，瞬间委屈巴巴，只能低下头小心翼翼擦着眼圈，心想我是讨人厌的小熊吗？但内核强大的萌儿并没有因此自暴自弃，为了治好螨虫眼，重回颜值巅峰，宝贝每次都会乖乖上药。奶爸还没来，他就已经坐在门口等着。在这小子坚持不懈的配合治疗下，影响颜值的螨虫眼没多久就消失不见，宝贝还因此收获了一大批颜值粉。每当有游客夸萌儿帅气时，他还会害羞躲开，跑得远远的。帅，哎呀，对，帅。要知道萌儿从小就离开了妈妈，没喝过萌萌一口奶的她，被迫吃着百家饭长大，没有固定的家。好不容易回到北洞和妈妈团聚后，对方却压根没认出来失散多年的孩子。萌萌一直对萌儿怒吼，甚至是驱赶。好在饲养员让母子俩共用一个外场，二小子非但没怪罪妈妈，反倒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母爱。平日里不是和萌萌隔着门深情对望，就是大热天替母营业。只能说萌儿远比我们想的要坚强，其他熊猫上个要比登天还难，唯独二小子手掌受伤永远不哭不闹。还是游客发现叫来奶爸查看情况，只见萌儿坚定地伸出小爪爪，即便被药水刺激到难受，宝贝也不会收回熊掌影响奶爸上药，反而是低头揉揉小耳朵缓解疼痛。北洞的滚滚们经常被乌鸦骚扰，不是被偷食物就是被对方疯狂啄毛，可萌儿一点没放在心上，还主动将自己的小苹果窝窝头让给乌鸦，就连自己最喜欢吃的竹笋，他也要举起来亲手投喂乌鸦朋友。北洞的窝窝头是雄健雄繁的存在，滚滚们不是偷藏起来，就是当着奶爸的面直接扔掉。一向坚强的萌儿却不愿意辜负奶爸，每次被窝窝头噎到打嗝也不放弃。宝贝做抽血检查时也是乖到不能再乖，不仅会主动伸出手配合检查，吃徐老爷投喂的红枣时也是小心翼翼的，生怕自己锋利的牙齿伤害到对方。这小子就连睡觉的地方也很简陋，一个行军床还有个破破烂烂的凉席子。但萌儿一点不嫌弃自己的家当，不仅要板板正正叠好凉席，还经常叼着毛巾去木架上晾晒。难怪萌儿会这么讨人喜欢，毕竟他略施小计就能让姨姨们着迷。看到大熊猫鹏鹏临终前紧紧握住奶爸的手，才明白饲养员和毛孩子的感情有多刻骨铭心。这天，唐奶爸像往常那般来看望鹏鹏，但小家伙却对奶爸带来的食物没任何兴趣，曾经最喜欢的胡萝卜也不为所动。正当奶爸准备起身离开时，原本还无精打采的鹏鹏突然伸出手，唐奶爸像是察觉到什么那般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患有白内障的孩子。此时的鹏鹏近乎失明，可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奶爸，
自从患病后，鹏鹏的身体每况愈下后，平日里走个路也会撞到桌角。每次到了饭点，奶爸都会在一旁细心投喂。鹏鹏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不久于人世，他拼尽全力想要记住自己奶爸的模样，握手时向对方告别也是不留遗憾。奶爸就这样一动不动陪着孩子，本以为未来还能多陪陪鹏鹏，但没想到隔天回到基地的时候，等待奶爸的却是奄奄一息的毛孩子。尽管医护人员尽力抢救，年仅18岁的鹏鹏还是去往了潘达星。鹏鹏这一生始终是不幸的，虽然他是功勋大熊猫盼盼的儿子，但也不能挽救四处流浪的命运，这才导致他年纪轻轻就疾病缠身。好在他在14年结束打工生活，回国养老后遇到最好的唐奶爸。虽然视力一天不如一天，可奶爸却给了好待而无微不至的关爱，还特意用食物教孩子辨别左右。我还尝试过教他分别左边和右边，当把食物放到他左边，告诉他这是左边，然后他因为闻到食物的味道，他很偏头向这边过来，然后来吃那个东西，就用这个方法帮他分左右。唐奶爸想方设法让鹏鹏看到世界不是将苹果削成花的样子，就是亲手雕刻胡萝卜。闲暇之时还经常摘来荷叶给对方玩。别看鹏鹏都已经10几岁了，可唐奶爸还是喜欢给好待儿打扮。头顶荷花这一幕不知让多少姨心软软，佩戴上红领巾的他更是梦回小时候。奶爸还经常拉着孩子去晒太阳，不仅宠溺地抚摸着他，还是一个劲给对方投喂各种竹笋和窝窝头。正因为奶爸对鹏鹏的百般照顾，也让孩子感受到温暖，对他无条件信任，非但没排斥对方亲密接触，甚至还能主动靠在栏杆上撒娇求按摩。虽然父子俩只相处了短短几年，但这段时间却是鹏鹏最美好的回忆。难怪他临终前最不舍的就是奶爸。熊猫饲养员究竟有多稀罕自家孩子？谈及宝贝夸得天花乱坠。白貌美大长腿，我是心安我最美，温柔善良又大气，优雅高贵小华丽。果然在父母眼中，自家孩子就是最好的。熊猫饲养员也不例外。奶爸夸华丽比脱口秀还精彩，明明闺女都胖成一座山了，他依旧是把娃从上到下夸了一遍。咱们穿了好看的蓬蓬裙啊，你看这边是马甲线、腰线啊，这边，然后这边是大长腿。大美女听到这话后都被吊成翘嘴了。不过这些特征到底在哪呢？只能说天塌了也有奶爸的嘴顶着。老父亲的爱意属实有些滔滔不绝，而在夸熊猫的赛道上，福宝的徐奶爸也是当仁不让。最近我给他概括一个叫做捣蛋小淑女，因为她确实比较乖，也比较温顺，然后吃东西那些感觉还挺爱干净的淑女。奶爸说这话之前是忘记闺女青团大王的美称了吗？谁能想到随地大小拉的福宝，有一天能被饲养员夸成小淑女。而飞云的奶爸夸孩子也没有原则，上一秒还在教育熊孩子捣蛋，结果一看到对方的笑脸，就是大型彩虹屁现场转变不要太快。扎头，别扎头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还带个小花儿呢，好看了呀！哎呀，好看好看！哎呀，哎呀，好看好看！只能说还得是奶爸会夸。飞云听到这话后都美得仰头了。谭爷爷作为基地的幼儿园园长，手底下带过不少小熊，200多斤的肉肉绝对是他心中的大美女。对，好像感觉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感觉就是长得顺一些，长得紧扎一些。夸起肉肉，谭爷爷都忍不住嘴角上扬。估计亲孙女花花看到后都得吃飞醋。而另一位大美熊爱宝在旅居期间，也少不了饲养员变着法输出彩虹屁。爱宝너무 이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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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어떻게 이렇게 순둥순둥해 우리 사랑이. 와우 어우 미모가 돋보입니다. 江爷爷快去开个班吧，夸孩子真的是太专业了。蒙兰作为熊猫圈数一数二的大帅哥，打小就用颜值俘获越熊无数的美奶妈。这个选我萌萌噻，萌噻好乖的，脸好圆的。相比之下，灵颜奶爸就是另一个极端。自家宝贝本来就有些颜值焦虑，他还非得往好待儿心口上扎一刀。眼睁开嘛，啊，我感觉灵颜的眼特别小，是王八鱼豆眼，贼小。感觉灵颜大半夜都想去暗杀奶爸。网友们还见过哪位爱夸孩子的饲养员吗？